欢迎收听。诶，这次你给我们的资料哇，蛮有趣的。主题是 AI 人工智慧怎么影响特殊教育，特别是那个个别化教育计划，就是 IEP。对，里面有讲 AI 技术的，有讲 IEP 执行的，甚至还有体育教育的部分，感觉范围有点广。确实资料涵盖的面向不少。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从这些资料里帮大家理出头绪，看看 AI 到底带来了哪些真正的机会，还有又有哪些要注意的挑战。没错，从你给的这些资料来看呢，AI 在特殊教育这块，它的潜力，确实很引人注目。比如说，像是运用什么预测分析啦、适性学习系统啦，这些理论上好像能更精准的针对每个学生的强项弱项去客制化学习内容。做到真正的个人化，对吧？对，甚至有研究提到，如果把 AI 跟真人老师的辅导结合，用那种混合模式，好像对于缩小某些弱势学生，比如说在数学这科的学习落差，是有帮助的。这听起来很棒诶，感觉 AI 像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教学助理。可以这么想象。我看资料也提到 AI 有个好处是可以减轻老师的那个文书工作负担，像是自动生成一些报告的初稿。对，或是用视觉化图表，让那个 IEP 会议的讨论可以更聚焦。这个对老师来说应该能省下不少时间。还有像是那个文字转语音或是语音辨识这些辅助工具。对对对，对有读写困难或者沟通上有挑战的学生来说，这个帮助应该很直接吧？没错，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应用。而且，这里有个蛮值得注意的点哦。AI 的应用范围好像还扩及到辅助评估这一块。辅助评估像是比方说，有些研究在尝试用 AI 去分析学生的行为模式，来协助辨识像 ADHD，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是 ASD，自闭症谱系障碍。哇，据说准确率好像还不低，不过资料也一直强调了，这个都还在研究阶段，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看，不能完全依赖。了解，就是潜力很大，但还不能直接当诊断工具。对。另外就是在语言学习方面，也有开发针对比如说读写障碍学生的 AI 辅助模型。应用层面看起来真的很广。不过，讲了这么多好处，挑战应该也不少吧？绝对有。你给的资料我注意到，特别点出了好几个风险，像是那个学生资料的隐私跟安全问题，这要怎么确保啊？这个确实是大哉问。学生的资料非常敏感，怎么收集、怎么使用、怎么保护，都需要非常严谨的规范。还有一个感觉蛮关键的就是，如果训练 AI 用的数据本身就有偏见，对，演算法偏见。那 AI 给出来的建议会不会反而对某些学生，比如说来自特定文化背景或社经地位的学生更不利？这个我看你好几份资料都有提到。没错，这绝对是导入 AI 时必须要面对，而且要非常严肃处理的伦理议题。除此之外，老师的角色还有他们的准备度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老师的部分是指什么？资料显示，老师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学会怎么操作一个新的软体或平台，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叫做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的能力。提示工程。对，白话一点就是要知道怎么问对问题，怎么下指令，才能引导 AI 产生出真正有用的教学资源或建议。了解，不是被动接受 AI 给的东西。没错，还要能判断 AI 产生的内容到底适不适合用，品质好不好。同时，当然还要懂得保护学生的个资。这对老师来说要求也蛮高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份资料提到，其实，在教育界，对于把 AI 用在特殊教育这件事，还是存在一些疑虑，甚至有点抗拒的感觉。所以接受度也是个问题。可能是。奖项看来 AI 的潜力跟挑战真的是并存的。但，你给我们的资料好像也点出一个情况 ，AI 进入的这个特殊教育系统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存在不少
状况。你指哪方面？像是 IEP 进化的品质问题，有份资料分析发现，在实际执行中，很多 IEP 目标写的，不太具体。啊，对，目标模糊。对，很难衡量，有时候甚至变成只是要求学生听话照做，符合常规就好，而不是真的学到特定的有用的技能。这点 AI 能帮上忙吗？这个就碰到核心问题了。AI 或许可以辅助老师去撰写，更符合那个 SMART 原则。就是具体、可衡量、可达成、结果导向，有实现那个吗？对，就是那个原则。AI 可以帮忙写出比较符合 SMART 的目标草案，但最终的判断、微调还有品质的把关，绝对还是要依赖教育专业人员。AI 不能取代这个。了解，所以人的专业判断还是关键。一定是，而且光有好的目标还不够，团队合作是另一个重点。合作，对，很多资料都一直强调，普通教育老师、特殊教育老师，还有那个适应体育 APE 老师，当然还有家长，这些人之间需要非常紧密的协作。理想上是这样了，但合作听起来好像也不太容易。现实中确实有挑战。你分享的一份关于洛杉矶学区的研究，对不对？啊，你说那份转型计划的，对，他就提到那个适应体育老师在学生的个别化转型计划，就是 ITP 帮学生规划离校后生涯的那个计划里，常常因为比如说预算不够、资源不足，或是沟通有障碍，结果没办法充分参与。没错，那份研究点出了这个问题。这好像就点出了一个跨专业合作上的系统性困难，感觉不只是体育领域会这样。你抓到重点了，这就显示出，即使我们引进像 AI 这么强大的工具，但如果既有的系统性问题，像是刚刚讲的 IEP 品质控管，还有跨专业合作的模式，对，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没有改善，那 AI 能发挥的效益恐怕，还是会受到限制。正如其中一份资料所说的，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整个教育的模式，不只是体育教育，而是更广泛的教育系统，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福祉，还有他的全人发展，这才是最终的考验。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从你给的这些资料看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 AI 为特殊教育带来了很强的潜力，尤其在个人化和提升效率这两方面。对，但同时也伴随着像是数据隐私、演算法公平性这些蛮严肃的伦理考量。没错，这些都要非常谨慎。而且更重要的是，技术的导入必须跟师资的培训、改善 IP 本身的品质，还有促进跨领域合作，这些本来就存在的挑战，要一起面对才行。说到底 ，AI 它依然是一个工具。如何去善用这个工具，最终还是要回到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每一个学生，不管他的能力怎么样，都能获得公平而且有意义的学习机会，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才是最终的考验。最后，我们留给你一个问题哈，可以继续思考一下。既然 AI 这么擅长处理数据，也很擅长个人化，那未来，特别是对那些年纪稍长一点、需要更多自主性的特殊需求学生来说 ，AI 有没有可能赋予他们更多的力量，让他们从以前那种比较被动的接受计划的对象，转变成为能够更主动、更能参与去塑造自己的 IEP， 甚至是未来转型计划的共同创造者呢？